在2020年8月21日 ，O'Toole 在党内选举中胜出，成为加拿大保守党党魁。Erin O'Toole is the new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Congratulations, Mr. O'Toole. Good morning. I'm Erin O'Toole. You're going to be seeing and hearing a lot from me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ut I want you to know from the start that I'm here to fight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让他赢得竞选口号是这个 Let's Take back Canada， 夺回加拿大，让很多人容易产生联想。It's time to remember that old wisdom our soldiers will never forget, that whether we are black or brown or white, we all bleed the same red blood of patriots.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在不绝于耳的质疑声中，被问的最多的是，他想把加拿大从谁手中夺回来，以及这人是谁来着？奥图尔其实已经从政9年了，他曾经给 Steve Harper 做过内阁，外加上他有这么一段就是在空军服役的经历，用了这么多看似民粹主义的口号，然后标榜自己是一个 True Blue Conservative， 营造一个自己是深蓝派的这么一个印象，但是他其实并不是这样。2020年的竞选口号更像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表象，只是他赢得党内深蓝派的一种手段。因为初选要是都赢不了，那么后面的政治抱负也就更加没戏了。当时3轮投票中，过了第2轮还剩下 Peter McCann、Erin O'Toole 和 Leslyn Lewis。Peter McCann 是进步保守派，而 Leslyn Lewis 是自诩为社会保守派。O'Toole 的位置呢，他稍微有点模糊，但是可以确定是没有 Peter McCann 那么进步。那最后也不难想象，在 Leslyn 的第2轮被淘汰之后他大部分 Leslyn Lewis 的党内支持者，也就是社会保守派的那些支持者呢，转而支持看起来很右派的O'Toole，这个最终帮他完成了反超，赢得了党内的竞选。这张图从经济和社会2个维度来观察各党派在其中的位置，大多数的竞选党派都可以归到左上角这个区间，像支持同性婚姻，同时喜欢通过提高税收解决问题的新民主党 NDP 大概在这里，相对温和一点的自由党在这里，而进步保守党则在完全相反的方向，是加拿大的主流保守取向，也是众多保守分支中的一种。其中社会保守派维持对反堕胎、反无神论的传统价值取向，也因此常常成为其他党派攻击的切入点。Peter McCann 曾经对党内的社会保守派这样的保守派认为他们是一种散发着臭味的一种信天翁，并且指责他们一些陈旧的价值观给整个保守派呢拖了后腿，这也是2019年输给自由党派的主要原因之一。 With respect to the comments about the stinking albatross, look it up. It's a reference to an old literary poem I read as a kid called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where a man who was on a ship had an albatross put around his neck and he couldn't get rid of it. He didn't put it there, but he struggled to get rid of it. 但是O'Toole不同，他更接近于保守派中的一种实用主义。他在成为党魁之前，很快就表态了，他要与 LGBTQ 团体站在一块儿。而一直以来让保守党这边焦头烂额的一些软肋的问题，比如说堕胎之类的。I'm pro-choice,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women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their health care themselves, and make sure that abortion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rom one coast, from one ocean to the other. 相比上一届的党魁 Andrew Scheer， 他的生命优先的这个一个口号，O'Toole这边选择的是选择优先，看起来呢是绕过了这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I am personally pro-life, but I've also made the commitment that as leader of this party,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reopen this debate. As you know, I'm pro-choice, and I will be voting against this private member's bill. I will always, as Prime Minister, defend the rights and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Canadians, including women, to make this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所以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步一步的呢，稳定的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是在党内伪装好自己的颜色，成为党魁，然后从而实现他真正的私人的政治抱负。
Justin Trudeau once again has put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ahead of the needs of Canadians, and he called an unnecessary election. 奥图尔知道啊，他想在大选中击败Trudeau，那就必须要尽可能的维护党内团结的基础之上，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所谓的扩充他们的蓝色大帐篷。大帐篷在政治术语中指代一个政党通过糅合不同的政治观点，同时采纳左派和右派的部分主张和理念，从而吸引更多选民的一种手段。而在这次保守党打算扩张的蓝色帐篷中，O2打算妥协的正是社会问题。在2019年联邦大选时，保守党输掉了执政席位，但是他依然赢得了多数票。他很清楚，这个奥图他非常清楚自己并不是要争取所有的人都去喜欢他。在那些敏感的话题，比如气候变化、堕胎、同性、转换医疗这些社会问题，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支持。有的时候呢，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接纳的态度，减少这些因为事情人而讨厌他的人数。你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大选是一个谁比谁更不招人待见的一个竞赛。大帐篷的好处呢，就是在假定投票者理性考虑所有议题的那个情况之下，候选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必须要假定选民有足够的理性，结合不同的维度的问题，综合考虑，找出属于自己价值观最近的那个候选人。但现实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选民他关心的只是若干个议题，对自己最关心的议题上呢，只要方向上大概一致，程度上更倾向于极端的一点的选择。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在这次大选的房价议题之上，你可以看见奥图尔的政纲出现之后 We will release at least 15% of the buildings that belo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build more homes. Trudeau 这边的政纲立刻在原基础之上加码多出了一连串看起来非常雷厉风行而且非常强硬的措施。现在奥图尔呢走的他这条路是越来越明显，也意味着之后的那个他也必须需要更谨慎和妥协，容易顾此失彼。他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顾此失彼的。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育儿政策里，你会发现他使用了直接报销每个家庭育儿费用的这种手段来支持每个家庭，而不是让每一个把孩子送到 daycare 的家庭得到了救援之后再帮 daycare 报销，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党内保守派的一些影子。另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奥图尔他虽然看起来比较老，他看起来可能比Trudeau什么大了10岁左右，但是其实他还是比Trudeau的实际年纪小了1岁。他从政的经历呢，他也不是特别长，直到他成为党魁开始，直到他开始竞选前，很多人甚至连主流媒体都不知道他是谁。根据 Michigan Model， 这肯定是一个劣势这就意味着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展现自己，尤其是在安省和905地区。而这次的活动呢，因为是来得特别突然，然后时间又这么短，从上一次选举到今天，全世界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社会环境又非常复杂，人们对他的期望可能就像2015年对加森的Trudeau的希望一样，他只是期待一种变化。